好，我们现在给大家介绍如何控制球的高低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在练习当中，我们一定要做到什么？指哪儿打哪儿，而不是打哪儿指哪儿。那么更重要的，怎么才能练到这种功夫、这种能力？那么就需要在练习当中，我们要跟这个球去交流，也就是打球的哪个部位会落到对面台子上的哪个落点，你要关注你打过去球的这个落点。之后再来调整自己的拍型，自己的这个击球位置，这样才能确保能够指哪儿打哪儿啊！这就是对球的控制能力的一个通过练习可以得到提高的一个方法。那么在控制球的这个高低当中，我们主要是靠拍型的调整、拍型的调节、微调啊。基本上每个人因为它球拍的弹性不一样，所以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角度。那么你要关注你过去的球，如果说是出界打高了，那么你就要压低你的拍型。那么横握球板当中呢，主要是靠大拇指压住拍型，这样来控制球的过高。那么如果说打下网之后呢，通过你的拍型再调整到稍微亮一些，拍型调整之后，可以把球打得再高一些。那至于高低长短，那么这就需要你跟球的交流、手上的感觉的调整啊，来做到这一点。横握球板的反手在控制球的高低啊也一样，但是这个手指用力不太一样。反手控制球的高低，主要是靠这个食指来压住球拍啊。球过高了，板型要压住一些。那么如果说下网了再调整的话，那个板面要亮一些啊。这个有一个微调就可以。难度系数最大的是这个直握球板。直握球板的同学们，在这个实践练习当中，那么前面我讲了，就是这个手指用力的这个交换啊。那么像正手如果说老师出界的时候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你的大拇指压拍型不够，所以说才会打得过高出界啊。那这个时候呢，首先要调整的是你的食指的放松。如果食指一直在用力，那么你的大拇指是压不住拍型的啊。首先是食指放松，之后大拇指压住拍型，才能够调整。如果说过高的球，它才能控制它的弧线。那么下网之后呢，也一样，食指要压住点球板，它才能把板型亮开啊。这就是需要直握球板的同学们，握板一定要松，是虚的，是松的，这样你才能做到该哪个手指用力，哪个手指才能用上力，随时可以调整，随时可以微调。那么反手呢，不太一样的是什么呢？如果说回球过高，需要什么？需要食指用力，食指用力来压住拍型，这样就可以控制弧线，可以低一些。那么下网之后呢，那大拇指把拍型再稍微拍型再亮开一些，这样呢就可以确保这个球不下网啊。那么在这个直握球板的这个练习当中啊，刚才讲了如何控制球的左右，是吧？要找这个球的位置，找好球的位置，控制高低的时候，还要通过自己的拍型来控制高低。所以说，跟球的交流一定要用心去交流，非常细腻，非常细微。对，像这个球呢，就属于是弧线过高的球，那么李佳悦同学就需要调整
食指压住拍形之后再去推。对，相对于刚才的这个弧线就变得就低一些。